嗨，大家好！一出来天已经黑了啊，明显的现在天黑的比夏天早了。现在我看是6点40几分而已啊，天都已经墨黑了。但是小区的这些路灯啊都已经亮了啊，这些路灯已经几十年了，它还一直发挥着作用啊，照亮着小区的街道。今天呢，和家人约的去小区的商业街缤纷汇那边呢吃晚饭。据说呢，又开了一家还挺干净不错的西餐馆。就我们中国人都是以吃中餐为主的，但是时不时也是要领略一下不同的料理、不同的口味，品尝一下世界各地的美食啊。我相信是每个人的心愿啊。我们祈福新村呢，虽然说不上有什么高级的餐馆，但是呢，基本上大众化的世界各地的料理呢，基本上也是应有尽有。无论是日餐、韩餐，还是意大利餐，还是一些改良过的西餐等等啊，都有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几百家餐馆啊，村民可以一路循环的吃过来，差不多吃1年都不重样了。当然，一般来讲，我们总是就是那么几家熟悉的餐馆去用餐。真好呀！哎，你好，吃饭了？吃饭。现在呢，走出小区的门口啊，刚刚在小区里面走啊，虽然有路灯，但是还是感觉太暗了。现在呢，我已经走到了虎华路上了，就对面呢就是缤纷汇了。哎，我这个身后呢来了一辆我们祈福的村巴。我们的祈福村巴还是非常多的，大概有7、8条、8、9条线，就运送着村民啊，从村里的各个方向来到商业街区、交通中心，还是相当的方便啊。所以有人呢会抱怨说，祈福新村啊，这个管理费的单价比较高。但有时候我们觉得祈福新村作为那么大的一个屋村，它有太多的绿地，所以呢，它需要有更多的园丁，还有更多的街区，它也需要更多的保安。而且它跟别的小区不同，就是它有自己的村巴系统，那它就需要招聘司机、添置车辆等等啊。就这些呢，都是使得祈福新村在费用方面就会有更多的成本。现在呢，走过学院路啊，左前方呢就是缤纷汇的1期，我要从那边穿过，去到缤纷汇的2期看看。明显的感觉到了这个时段，路上的车很多，行人更多，大家好像都是奔着一个方向来到缤纷汇这个商业中心，去就餐、去购物、去休闲。左侧呢就是祈福新村2个麦当劳之一，也是最先开的那个麦当劳，站在街角的位置，面对的
学院路，就每天放学和中午午餐的时候啊，就会有很多的学生来利用。好，现在呢我就走进缤纷汇这个商业中心，这边呢灯光稍微亮一点啊，应该可以拍得出来晚上的缤纷汇的模样。刚刚还说到启辉学校的学生，你看左边3个小朋友啊，都是穿着启辉学校的校服。虽然这些年呢，有些餐馆也换了招牌啊，换了老板，但基本上呢，就是还是一个满开的状态。也就是说，除了极个别的换了老板的餐馆在重新装修以外呢，就大部分的餐馆无论新旧啊，基本上都是开着的状态。而且有很多呢，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有一半左右或者以上吧，就是这个缤纷汇开张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。所以我在想，就在这边做生意呢，还是比较靠谱。如果你没有暴利的想法，应该还是有利可图。如果细水长流的话呢，养活一家人啊，或者是使得这个餐馆里面的员工都有一份收入呢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呢，这边毕竟也有200-300家的餐馆，据说是这样，所以竞争呢也是可想而知的。所以总之还是需要大家认真的经营，合法合规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也要翻出一些花样来啊，给食客有一些新鲜感。但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保持你的食品品质的一致。我在这个缤纷汇基本上去的那几家餐馆呢，基本上我心里有数啊。主要呢是因为有了一定的信用，就感觉每次去啊，就看到这个餐馆还是一如以往，不但经营着，而且呢，那些店员啊，甚至是餐馆的老板等等啊，都已经相熟了。我觉得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呢，就是喜欢这种熟悉的商店啊，尤其是餐馆之类的。因为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一种关系，其实就是信用关系。在这个基础上呢，那些做街坊的生意的餐馆，他的生意呢也会非常的稳定。但是呢，前2年的疫情期间啊，这是一个例外，因为确实呢有一些餐馆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一下子真的没有足够的经济的储备啊，真的是很难熬过那么1-2年的完全没有生意做，但是又必须要支付成本的这种时间段啊。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呢，有些商店关门或者转了招牌呢，我们就觉得有点可惜。
好了，现在呢，我已经从缤纷汇的1期差不多走到大马路上，穿过大马路，对面呢就是旧会所，旧会所的后面呢就是缤纷汇2期，一个更宽大的新的商业中心。那么显然也是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啊，就它的节奏啊，就整整慢了2年，甚至有可能慢了2、3年以上。主要原因的话呢，就是这段时间的经济不行啊，大家对开店有些迟疑，消费呢大家也不得不降级，所以这些新的店啊开出来需要一些勇气啊。现在呢，我已经跨过马路啊，向着缤纷汇的2期。缤纷汇2期的商业街区呢，它是分地面还有地下。那我看这个地面呢，那些商店的广告招牌啊，基本上都已经起来了。但是它的地底下就是有那个星空运河的那些店铺呢，我上次来的时候发现它大部分都还没有开。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已经看到了很多的光亮，有了很多广告，也有很多店呢已经在悄悄的运营了。很大的，我还要卖李宁服装的这家店呢，应该是缤纷汇2期最早开的一家店。然后开的比较早的就是那种首饰店，像中国黄金啊这种大店。2期那边的商业街区呢，我觉得设计得更为合理，而且有更开阔的广场。按理说呢，应该将来会有更好的商业氛围，可能还得要假以时日吧。虽然晚了1、2年啊，但是这边的街区的灯呢还是差不多都亮了起来。你看啊，这个就是星空运河，还是很漂亮的一条水道，而且以后会有贡多拉在这边，让那些村民们啊坐船游览。稍稍的下去走一段吧。可惜的呢是这条运河商业街边上的商店，你看啊，基本上都是关闭着的状态。稍微有一些呢，也是跟那种健身啊、美容相关的商店。
这就是缤纷汇商业街的星空运河边上的一些景象。这边增加了一些小朋友的游乐设施，还有带着小朋友在这边游玩的小火车。好了，我呢就是要到前面这家应该是西餐的轻食店去用餐了。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改日再见，拜拜。